丝毫冷，冷得连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后背上的鞭伤火辣辣的疼，像是有无数把钝刀子在割肉。我像一块破布。二少爷大娘子说了，您在这十里堡好好养病，没有主母的命令，您要是敢踏出这村子半步，就打断您的腿。这十里堡去年刚闹过一场大疫，全村上百口人，连条看门狗都没活下来。不过那场疫病早在入冬时就消散了，现在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荒村，水井里飘着骨头，树皮都被啃得精光。现在这地方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荒村。听着马车咕噜声走远，我艰难地翻了个身，吐出一口唾沫。养病？呸！王氏你个狠心妇人，不就是怕我活着分李家的家产吗？我叫李安，李家不装的庶出二少爷，说好听点叫少爷，说难听点，我在李家过得连个劈柴的下人都不如。我那便宜老爹死得早，正是大娘子王氏一手遮天。从小到大，我吃的是残羹冷炙，穿的是下人的旧衣服。为了活命，我装傻充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活脱脱一个没骨头的懦夫。好不容易，我靠着给账房先生倒洗脚水，偷偷攒了15两碎银子，就盼着开春能逃出这吃人的李家大院，去盘下2亩薄田，娶个踏实能干的媳妇，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结果昨天夜里被王氏的手下搜出来了，钱没了，人还被打了个半死。大冬天的把我扔到这没吃没喝的十里堡，这哪是让我养病，这是要我的命啊！但这是我半个月前在李家后院的枯井里挖出来的宝贝，这石碗到底是个什么法宝，我不知道，但我清楚的知道，它有一个逆天改命的神效，复制，只要往里面放点什么，睡一觉，第二天就能变出满满一碗一模一样的东西。我那15两银子，最初其实就是从狗洞里抠出来的一枚破铜板，靠着这只破碗，硬生生变出来的天无绝人之路。老子今天命不该绝！我咬着牙，手脚并用地在雪地里爬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个避风的地方，这鬼地方连官府收税的衙役都不敢来，更别说李家那些贪生怕死的家丁了。庙顶漏风，神像结冰，但我眼尖在神台底下发现了一个干草窝子，勉强能挡住外面的风雪。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胃酸翻腾的像要烧穿肚皮。我太饿了，从昨天被打到现在，滴水未进。要是再不吃点东西，我这具破败的身体绝对熬不过今晚。可是这破庙里除了灰尘，连这活着的蜘蛛都没有。老鼠虽然死绝了，但洞里说不定还有点存粮。我折了一根树枝，忍着手背被冻裂的剧痛，一点点往外刨土，刨了半天，指甲盖都出血了。终于在一堆干土里，我扒拉出3粒干瘪发黄的麦子，有救了。我20碗，你可千万别掉链子。我李安这180斤的肉交代在这里不要紧，可我还没讨媳妇，还没当上首富，我还不想死啊！我把10碗死死抱在怀里，整个人蜷缩在干草堆里，去了意识。好香啊！我是被一股奇异的香味给馋醒的。天已经亮了，一缕阳光顺着破庙的屋顶照在我的脸上，我猛地一个机灵，下意识地低头看向怀里。这一看，我整个人都傻了。原本灰扑扑的青石碗里，哪还有什么干瘪的破麦粒？满满当当的一大碗，全都是拇指肚大小、晶莹剔透、散发着一股淡淡清香的极品麦粒。那麦粒上甚至还挂着几滴水珠，水灵的就像刚从仙人的地里收割下来的一样。昨晚加进去的血水，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变成了一种乳白色的浆液，散发着诱人的甜味，太好吃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麦子，李家逢年过节吃的贡米，连这玩意儿的一根腿毛都比不上。我狼吞虎咽的把一整碗麦粒连吃带喝的灌进肚子里。奇迹发生了，就在食物下肚不到半炷香的时间，我的小腹处突然涌起一股暖流，这股暖流顺着血液流遍全身，原本冻得僵硬的四肢竟然开始发热出汗。更离谱的是，我后背上那几道严重的鞭伤竟然传来了阵阵酥麻的瘙痒感，那是新肉在快速生长。这不仅是复制，这碗还能把破烂货提纯变成天才地宝。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重新焕发生机的双手，老天爷啊，有了这个宝贝，别说活下去，只要给我时间，我能把整个天下的财富都装进这只碗里。李大娘子，王氏恶妇，你做梦都想不到，你把我扔进这荒村，不仅没杀掉我，反而亲手放出一头即将改变一切的商业巨兽。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看着门外茫茫的大雪，当务之急是赶紧在这十里堡打造一个属于我的秘密基地。既然要发展，一个人可干不过来，得搞点帮手才行。巧了，门外的雪地里正好传来了几阵极其微弱的呻吟声。我抓起一根防身用的断木棍，小心翼翼地摸到破庙门口，顺着门缝往外一看，只见雪地里3团黑乎乎的身影正缓慢地蠕动着，那是3个逃难的流民，一个老头，2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半大汉子，3个人衣不蔽体，脚上的草鞋早就烂了，脚趾头冻得像紫皮萝卜。老头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2个年轻的还在拼命拿雪搓着脸，势头让自己别睡过去。老天爷啊，给口吃的吧，俺们已经5天没吃过1粒米了。如果是以前的我，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有青石碗，我有吃不完的极品神仙麦子，我要当首富，我要搞垮李家。靠我一个人在这个破村子里种地是绝对行不通的，我需要干活的劳力，需要绝对忠诚的伙伴。而这乱世之中，什么人最忠诚？快饿死的人。只要你在这个时候给他一口饭吃，他就是你的活恩人，你让他去做什么，他都愿意。我清了清嗓子，推开庙门，大步走了出去，手里还端着那个刚被我吃光，但碗底还残留着几滴乳白色神仙浆液的破碗。听到动静，水吃的他拼命想要扑过来，可实在饿得没力气了，刚爬起半个身子，又重重摔了下去。
下去。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平静，想活命吗？他拼命的点头，眼泪鼻涕混着血水往下掉。公子爷大善人，只要给口吃的，您让俺当牛做马都行。好，我也不废话，我直接把碗底那一层薄薄的浆液兑了一大把干净的血水，搅和匀了。虽然只是极品麦粒泡过的水，但那股奇异的香味瞬间在冷空气中散开。我把碗递过去喝了它。年轻人哪还顾得上什么尊严，劈手夺过碗，然后神奇的一幕再次上演。原本冻得脸色青紫，连气都喘不匀的年轻人，刚喝下肚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眼睛突然瞪圆了。他猛地打了个嗝，一股热气从他头顶冒了出来。这水，我的亲娘脸，这是什么仙路？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刚才还软绵绵的身体，现在仿佛被注入了一头牛的力气。恩公，年轻人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对着我把头磕得梆梆响。俺叫赵铁牛，这是俺爹和俺兄弟。恩公，您救救他！逼得点了点头。这极品神仙浆液的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猛。我让他把剩下的2滴水喂给了老头和另一个汉子。没过一会儿，3个人全都在雪地里生龙活虎地站了起来。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已经不是在看一个恩人了，那完全是在看一尊散发着金光的大善人。我摆了摆手，转身走回破庙。想跟着我混，就得听我的规矩。现在去把村里的干柴全给我找来生火。得嘞，少爷您歇着，这等粗活交给我们。赵铁牛3人现在干劲冲天，吃了神仙水，他们现在哪怕脱光了，在雪地里跑圈，都觉得浑身是劲。不到半个时辰，破庙里就升起了一堆旺盛的篝火。现在人有了，火有了，但在十里堡这种地方，光活着还不够。李家的管家王麻子过几天肯定要来收我的尸。铁牛，我叫住正在添柴的汉子，这村子里的人死绝了，但家里的破铜烂铁、农具、锄头肯定还在。你去给我搜刮几把锄头来。少爷，搜锄头干啥？这大冬天的，地冻得跟铁块似的，没法种地啊。铁牛挠了挠头，谁说我要种地了？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我要挖地宫。这十里堡的地势我刚才观察过了，破庙建在一个背风的土坡上，土质比较干燥，只要挖出一个隐蔽的地下室，不仅能防寒保暖，还能躲避外人的搜查。最关键的是，我有青石碗啊，只要在地下室里留几粒种子，我每天睡一觉就能复制出一大堆变异神脉，到时候躲在地下室里吃香的喝辣的，外面的人哪怕在雪地里冻成冰雕，也别想发现我的秘密。铁牛虽然不理解，但绝对服从。很快，他们从村子里的死人屋里翻出了3把生锈的铁镐和2把破锄头，说干就干。我们在破庙神台的正下方掀开了一块青石板，开始往下挖。换做一般的流民，别说挖地道了，连挥锄头的力气都没有。但这3人刚刚喝了我的神仙水，现在正处于体质强化的初始阶段，一个个力大如牛，叮当叮当，泥土夹杂着碎石被快速刨出。仅仅半个晚上的时间，一个3米见方、深达2米的地下窑洞就初具雏形。我跳进地窖，满意的拍了拍土墙，这地方就是我李安商业帝国的第一块基石，干得不错。今天就到这里，我聪，你们看好了。我指着碗，故作神秘的说道：“这叫聚宝盆，是我一位隐士高人师傅传给我的法宝，今晚放在这，明早咱们就吃干饭。”铁牛3人吓得赶紧跪下磕头，连大气都不敢喘。在这个时代，神鬼之说是最能唬人的。有了这层身份包装，他们对我的忠诚度绝对会直接拉满。安顿好一切，我躺在地窖干燥的泥地上沉沉睡去。第2天清晨，我是被一阵疯狂的吸鼻涕声吵醒的，一睁眼就看到铁牛3人正趴在青石碗旁边，哈喇子流了一地。我的个亲娘四舅奶奶啊！老头颤抖着指着地上的破碗，只见昨晚还空荡荡的青石碗，此刻已经堆成了一座小金字塔，全都是拇指大小金黄璀璨，散发着浓郁麦香的变异神脉。铁牛看我的眼神已经是在看老天爷了，没出息的样子。我强压下心中的狂喜，故作淡定的站起身，生火煮饭。今天咱们敞开肚皮吃。就在我们躲在温暖的地窖里，吃着热气腾腾、能强化身体的变异神脉粥时，破庙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伴随而来的是脚踩在雪地里嘎吱嘎吱的脚步声。真晦气，大冷天的还要跑着荒村来给那人收尸，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李家管家王麻子，这老东西终于来确认我死没死了。我咽下嘴里最后一口香甜的麦粥，眼中闪过一丝冷光。铁牛，我压低声音，在铁牛抓起了旁边那把生锈的铁镐。吃饱了吗？回少爷。吃得浑身是劲儿，感觉能一拳打死一头牛。我冷笑一声，指了指头顶的石板，那就上去，活动活动筋骨，记住抓活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这位老熟人。冷风夹杂着雪花灌了进来，王麻子裹着厚厚的熊皮大衣，带着2个家丁，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他手里还提着一盏防风灯，在庙里四处照了照。王管事，这破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那2少爷该不会是被野狼叼走了吧？一个家丁搓着手，冻得直吸溜鼻子。叼走了最好，省得老子还要挖坑埋他。王麻子往地上啐了一口，走到神台前，踢了踢地上的干草堆。大娘子吩咐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小野种要是没死透，跑出去乱嚼舌根，坏了咱们李家的名声，咱们几个的脑袋都得搬家去，把后院也搜搜。是2个家丁刚要转身，突然破庙神台底下的青石板发出轰隆一声闷响，什么动静？王麻子吓了一跳，手里的灯笼都差点掉地上。就在他愣神的瞬间，那块重达100斤的青石板
猛地被人从下面顶飞了，哗啦，石板砸在旁边的柱子上，碎成几块。还没等王麻子反应过来，3个铁塔般的黑影嗖的一下从地洞里窜了出来。我的妈呀！一个家丁吓得瘫倒在地，力量暴增的赵铁牛3人，铁牛像一头下山的老虎，根本不废话，他手里的破锄头在半空中抡出一个半圆，砰的一声，人就被巨大的力量砸飞了出去，撞在墙上昏了过去。剩下一个吓得发抖的家丁，被铁牛他爹那个昨天还快咽气的老头一巴掌扇飞了2颗门牙，直接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整个过程不到3个呼吸，王麻子彻底傻眼了，他浑身发抖，看着这3个如同凶神恶煞般的流民，腿肚子直转筋。就在这时，我踩着地窖的木梯，慢悠悠地从洞口走了上来，手里还拿着一根剔牙的木刺，打了个充满麦香的饱嗝。王管事大冷天的，这么急着来给我收尸啊？看到是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没死？这怎么可能？你昨天被打得只剩半口气，怎么可能在这荒村活下来？他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拔出腰间的短刀。你们敢造反？我可是李家的大管家，你们啪！他话还没说完，铁牛已经1步跨上前，蒲扇大的巴掌直接抽在他脸上。王麻子像个陀螺一样在原地转了2圈。少爷没发话，哪有你这条老狗狂吠的份？铁牛一脚踩在王麻子的胸口，差点没把他的早饭踩出来。我走到王麻子面前，蹲下身，捡起那把金刚短刀，用刀面拍了拍他那张肥脸。王麻子，3年了，我给你倒了3年的洗脚水，挨了你不知道多少顿鞭子。你昨天搜我那15两银子的时候，不是笑得很开心吗？我每说一句，刀锋就离他的眼珠子近1分。王麻子吓得魂飞魄散，裤裆里也传来一阵骚臭味。现在哪还有平时在李家耀武扬威的威风，哭得像死了爹。我知道你没拿。我冷笑一声，刀锋一转，直接挑开了他熊皮大衣的内口袋，哗啦啦，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掉了出来，散落出一堆碎银子和几吊铜钱。这是他平时在李家吃拿卡要攒下的私房钱。但你今天既然来了，总得留点买命钱吧？把地上的银子铜钱全划拉到自己怀里，大概有10两银子。以前看到10两银子，我能乐得半个月睡不着觉。但现在我看着这些银子，心里却冒出了一个更加疯狂的想法。我的青石碗不仅能复制粮食，它能不能复制银子？想到这里，我心跳都漏了半拍。我立刻从那一堆碎银子里挑出成色最好的1两纹银，捏在手里。然后我站起身，冷冷地看着王麻子、铁牛，把这老狗和外面那2个废物扒光，把衣服给你们自己换上，然后扔出村口。扒光！王麻子惨叫起来：“二少爷，外面滴水成冰啊！扒光了扔出去，我们会冻死！”熊皮大衣、棉鞋，连里面的夹层衣都没放过，全被铁牛他们喜滋滋地套在了自己身上。铁牛一脚把王麻子踹出了破庙，看着3个光着身子的白条猪在雪地里狂奔惨叫的背影，我心里这口憋了13年的恶气终于舒坦了。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急匆匆地回到地窖，拿出那个神秘的青石碗，成败在此一举了。我深吸一口气，将那1两成色最好的白银轻轻放进了碗底。粮食能变异能复制，那如果这死物这钱财也能复制呢？我死死盯着青石碗，因为紧张手心里全都是汗。1分钟2分钟，碗里没有任何动静，难道不行？必须放水。我愣了一下，想了想，之前复制麦子是因为加了血水，但银子又不是种子，加水有用吗？司马当活马医。我立刻从旁边抓了一把雪，丢进碗里，刚好盖住那块银子。这回神奇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血水接触到银子的那一刻，青石碗的边缘突然泛起了一丝极其微弱的银色光芒，紧接着碗底的血水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就像是沸腾了一样，但水温却是冰凉的。我瞪大眼睛，连眼睛都不敢眨。大概过了1炷香的时间，气泡停止了，水面重新恢复了平静。但我惊骇地发现，那块原本只有1两重的碎银子变大了，它不仅整整变大了1倍，变成了2两重，而且原本碎银子上那些发黑的杂质全都不见了，整块银子变得雪白耀眼，晶莹剔透，甚至在昏暗的地窖里都散发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宝光。这哪里还是普通的纹银？这成色这纯度，比国库里皇帝专用的雪花官银还要纯粹10倍，发财了！我一把抓起那块2两重的变异雪花银，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昨天还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今天我就掌握了印钞机，只要我每天往这碗里丢银子，10两变20两，20两变40两，配合上我能强化人体的变异神脉，李家算个什么？哪怕是这江左大地的首富，在这只碗面前也穷得像个要饭的。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狂喜，将那块变异雪花银死死揣进怀里。少爷，那几个人已经跑没影了，估计得冻死在半路上。铁牛穿着王麻子的熊皮大衣，红光满面的顺着梯子爬了下来，死不死无所谓。李家那边发现王麻子没回去，过几天肯定还会派人来。我冷笑一声，转头看向铁牛。铁牛，这几天你们别闲着，把村子里所有的破铁器、生锈的柴刀、铁锅全都给我收集起来。少爷，收集破铜烂铁干啥？铁牛不解。我摸了摸怀里的青石碗，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既然能提纯银子，那生锈的破铁是不是也能提纯成削铁如泥的金刚？干什么？当然是招兵买马造兵器。李家啊，李家，等你们下次再来十里堡的时候，老子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时间这玩意儿，在忙碌的时候过得比狗撵还快，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大雪融化，春暖花开，但这开春的第一场雨却迟迟没有下。整个江左大地一连2个月滴水未降，河床干裂，水井见底，地里的禾苗全都被晒成了枯黄的野草。大旱，100年难遇的大旱灾，城里乱成了一锅粥，米价一天一个样，从起初的10文钱一斗，直接飙升到了300文。
老百姓连树皮都快啃光。城内最大的布商兼粮商李家大院里，此刻正是一派喜气洋洋。大娘子发了，咱们彻底发了！李家大管事顶替了死去的王麻子，激动得满脸通红，跪在堂下汇报：咱们年前低价囤的10万石糙米，现在翻了30倍，只要咱们再卡着不卖，等过几天粮价涨到500文，咱们李家的财富就能直接翻倍，稳坐江左第一首富的位子。大娘子王氏端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拨弄着佛珠，嘴角勾起一抹掩饰不住的得意。阿弥陀佛，这都是佛祖保佑咱们李家。他转头看向旁边锦衣华服的嫡长子李明，明儿城外十里堡那边最近有动静吗？李明冷笑一声，满脸不屑：娘，您就别操心那个小子了。王麻子年前去收尸，连人带家丁都冻死在半路上了，连骨头都被野狗啃干净了。那个李安估计早就化成荒村的一滩烂泥了。死得好，死了干净。王氏冷哼一声，传我的令，李家所有粮铺今天起每天只售出10石米，谁要是敢闹事，让护院直接打断腿。李家这是要踩着几万老百姓的尸骨去登那首富的宝座，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就在李家疯狂敛财的时候，离城10里外的荒村十里堡，此刻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砰砰砰，整齐的打铁声从地下传出，我已经不用躲在破庙的神台底下了。这3个月，我在铁牛等10几个死中流民，都是饿极了被我用神仙粥救下的帮助下，把整个十里堡的地下彻底挖空，连成了一片庞大的地宫。而此刻，我正坐在一张铺着兽皮的太师椅上，看着手下人将一筐筐发黑的生铁块搬进我的专属炼金室。我的青石碗已经大变样了，就在1个月前，我用复制出来的极品雪花银，让铁牛偷偷进城，换了3块上等的翡翠玉石。我把翡翠放进碗里过了一夜，结果这破碗竟然把玉石给吃了。吃完之后，它不仅碗口的缺角长好了，容量更是直接暴涨了10倍，变成了一个青石盆，而且复制时间也缩短到了2个时辰。而食物方面更是离谱，当初的那3粒变异神麦已经被我繁衍成了几千斤。我嫌麦子吃腻了，又试着放进了一把普通的大米，结果经过青石盆的变异提纯，长出来的大米每一粒都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少爷，铁牛穿着一件用金刚打造的锁子甲，腰里别着一把锋利无匹的钢刀，大步流星的走进来。这哪还是当初那个快饿死的流民？现在这体格这杀气，说他是边关的先锋大将都有人信。城里的情况打探清楚了，我头也不抬的问：打探清楚了？铁牛抱拳道：李家那帮卑鄙的，把米价抬到了300文一斗。300文里大娘子的胃口还真是不小啊！我抓起一把雪花玉玺大米，在手里掂了掂，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3个月我没有急着动手，就是在等一个让李家爬到最高处，然后再把他们一脚踹进无底深渊的机会。铁牛通知兄弟们，把咱们囤的50车雪花玉玺全部装车，盖上黑布。少爷，咱们要进城卖粮。城东最大的万客隆粮铺，不就是因为没米可卖快倒闭了吗？铁牛，你带上200两变异雪花银，先去找铺面老板谈。这种时候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把它给我盘下来。招牌砸了，换上咱们的新牌匾神农商会。铁牛眼睛一亮，兴奋的直搓手。少爷，咱们这神仙米要是按李家的价卖300文一斗，你太小看我的格局了。我走到铁牛面前，拍了拍他坚硬的盔甲，一字一句的说道：明天开业，我们不卖300文，也不卖200文，我们的雪花玉玺按灾前的原价卖15文一斗。铁牛倒吸了一口凉气，15文，少爷，这咱们不是白送吗？不懂了吧？我冷笑着看向城里的方向。李家为了垄断粮食，把所有的现金流都压在了那10万石糙米上，甚至还借了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老百姓手里的钱是有限的，只要我们的神仙 M 一上市，不仅味道比他们的糙米好100倍，价格还只有他们的1/20，老百姓会买谁的？不仅如此，李家那个草包大少爷李明看到市面上有这么便宜的米，他第一反应绝对不是降价，而是想要恶意收购，把我们的米全部买空，继续维持他的垄断高价。他想买我就卖给他，我有青石盆，我的米是无限复制的，我要用我的无限产能生生抽干李家最后一滴血，让他们手里囤着吃不完的破米，却连还债的1文钱都拿不出来。铁牛虽然听不太懂这种超前的金融商战，但他听懂了一件事，李家要完蛋了。少爷，我这就去安排。第2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江左城干裂的青石板上时，城东原本死气沉沉的街道突然被一阵震天响的锣鼓声打破。别开，神农商会4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店门外，我穿着一身极其奢华的玄色锦袍，戴着斗笠遮住了半边脸，我身旁站着10几个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金刚大汉，而在我们身后是堆积如山的白得发光的极品大米。各位乡亲父老，我一挥手，让铁牛敲响了铜锣。神农商会今日开张，不发国难财，不赚昧心钱，极品精米，管饱管够，一律只卖15文一斗。此话一出，原本还在李家粮铺门前排队挨揍的老百姓瞬间安静了。紧接着，整个江左城彻底沸腾了，一场不流血却足以让李家粉身碎骨的超级商战正式打响。15文一斗，这米看着比皇上吃的还要好，怎么可能只卖15文？肯定有诈！城东的街道上，起初的老百姓根本不敢相信，但在李家300文一斗的天价糙米面前，15文的极品精米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妇人颤抖着从怀里摸出15枚铜板，走。铁牛给这位大嫂装米，我一挥手，铁牛拿过斗，不仅装得满满当当，还故意在上面堆了个小山包。大嫂拿好回家熬粥去，保证你家汉子吃了能下地翻2亩荒。神仙真的是活菩萨下凡啊！这不到半个时辰，神农商会门前就被挤得水泄不通，队伍排
排出了整整3条街，别挤都有。我们老板说了，神农商会的米管够。铁牛带着金刚大汉维持秩序，一边大声吆喝。而与此同时，李家大院书房内，15文1斗的极品精米，他神农商会的东家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做慈善的？李明咆哮着，眼珠子布满血丝。管事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大少爷千真万确啊，那米成色极好，咱们全城的百姓都跑去他们那儿买了。咱们李家18个粮铺，一上午1粒米都没卖出去啊！大娘子王氏阴沉着脸走进来，转动着手里的佛珠，慌什么？成大事者要有静气，娘，这能不慌吗？咱们可是花高价囤了10万石糙米，还欠了地下钱庄8万两银子，要是这米砸在手里，咱们李家就全完了。李明急得直跳脚，王氏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毒蛇般的光芒。明儿，你还是太年轻，这天底下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那神农商会必然是某个不知死活的外地粮商，想用低价打开咱们江左的市场。15文1斗，这连运费都不够，他是在赔本赚吆喝。李明愣了一下，娘的意思是，他赔本卖，那咱们就帮他一把。王氏猛地捏紧佛珠，咬牙切齿地说道：“你立刻去账房，把咱们李家所有的现银，再加上各个布庄、当铺的流动资金全抽出来，雇几百个生面孔去神农商会买米，他有多少，咱们买多少。等把他店里的米彻底买空，他拿什么卖？到时候江左的粮食依然是我们李家说了算，而他那些极品精米，转手就能被我们卖到400文1斗。”李明听完，眼睛瞬间亮了，犹如赌徒看到了翻盘的希望。高娘这招釜底抽薪，真是高啊！我这就去办，我要让那神农商会的东家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万你这米我全包了，我出100两，给我装满10辆大车。铁牛察觉到了不对劲，快步走到门后，低声对我说道：“少爷，来大户了，看那鞋底的泥印和虎口的老茧，8成是李家养的护院装的，他们这是想把咱们买空啊！李大娘子，你这套恶意收购的资本玩法，在正常的商业逻辑里的确能弄死同行，但你千算万算，没算到老子是个开挂的啊！老子没有供应链，没有运输线，老子的进货渠道是睡一觉买空我，去告诉前面的伙计，不管谁来买，只要给钱，要多少给多少。告诉后院的人，麻袋不够就用衣服装。今天就是把李家的库房撑破，也得给我把货出满。得嘞，少爷您就看好戏吧。从这天下午开始，整个江左城上演了极其诡异的一幕。李家雇佣的车队像蚂蚁搬家一样，源源不断的从神农商会往李家库房运米，1万斤、3万斤、5万斤。第一天，神农商会出货10万斤，第2天出货20万斤。到了第3天晚上，李明瘫坐在自家的金库里，看着空荡荡的装银子的箱子，整个人都傻了。没了，娘，咱们李家的现银连1文钱都掏不出来了。李明的声音都在发抖。那神农商会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这3天咱们买走了整整30万斤极品精米，可他们的库房就像是个无底洞，无论咱们去多少车，他们都能瞬间搬出新米来啊！大娘子王氏此刻也没了平时的淡定，手里的佛珠都捏断了线，滚落一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氏脸色煞白，管事连滚带爬的冲进来，哭丧着脸：“大娘子少爷，地下钱庄的彪哥带人来要账了，咱们借的8万两本金加上利息，今天到期了。”什么？李明眼前一黑，告诉彪哥缓几天，等咱们把手里的米卖出去，卖不出去了，那神农商会今天贴了告示。不，他没封，封的是李家。市场上有免费的极品大米吃，谁还会去花天价买李家的糙米？李家花了所有现银，甚至借了高利贷买回来的这堆积如山的30万斤极品精米，还有那10万石糙米，现在全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垃圾。第4天清晨，江左城的天空阴沉沉的，似乎酝酿着一场暴雨。神农商会门前搭起了2口直径3米的大铁锅，极品神仙米熬出的粥香飘满了整个县城，无数百姓端着破碗，感激涕零的跪在地上，高呼万岁。而与此同时，李家大院的大门被一脚踹开，地下钱庄的打手，城里被拖欠工钱的布庄伙计，还有愤怒的债主们如潮水般涌了进去。李家破产了，咋把之前的都搬走抵债？把李明和那个王氏抓起来去报官。惨叫声、打杂声响彻云霄，曾经不可一世的李家，在一夜之间大厦倾覆。我站在神农商会对面的茶楼2层，缓缓摘下头上的斗笠，露出了那张清秀却透着寒意的脸。少爷，李家的人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现在正往城南的破庙逃呢。快逃！我冷哼一声，将杯中的残茶泼出窗外。他们往哪逃？备马去城南破庙，咱们去送大娘子和我的好大哥最后一程。城南废弃的城隍庙，破败的木门扮演着，里面传出阵阵压抑的哭泣声。滚！都给我滚！我是江左首富李家的大少爷，你们这群贱民敢碰我！李明披头散发，身上的锦缎已经被扯得稀烂，正挥舞着半截断木棍，像条疯狗一样对着门外几个讨债的泼皮嘶吼。而在他身后，曾经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大娘子王氏，此刻满身泥污，头发花白了一半，正瘫坐在神台下瑟瑟发抖，手里紧紧攥着那串断了线的佛珠。就在半天前，他们还是江左城呼风唤雨的顶流权贵，而现在地下钱庄放出了红花通缉令，谁能抓住李家母子，赏银500两。他们彻底沦为了丧家之犬。大少爷，省省力气吧。门外一个泼皮吐了口唾沫，冷笑道：“李家大院都已经被查封了，你们现在连条狗都不如。彪哥说了，今天要是拿不出8万两银子，就把你娘俩卖到黑煤窑去挖一辈子煤。你做梦！我李家还有城外的庄子，我还有30万斤极品精米。”李明歇斯底里的吼道：“
破皮们正准备冲进去抓人，就在这时，一阵整齐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哒哒哒，街道两头突然涌出上百名身穿金刚锁子甲、手持明晃晃斩马刀的彪形大汉，他们眼神冷酷，动作整齐划一，瞬间将城隍庙团团包围。那股肃杀之气吓得那几个讨债的泼皮连滚带爬的躲到了一边。人群分开，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上，我穿着一身极其华贵的玄色黑金狐裘，头戴玉冠，手里把玩着2枚温润的玉核桃，在铁牛等人的护卫下，缓缓停在了破庙门前。神农商会是神农商会的东家，活菩萨来了！周围看热闹的百姓纷纷跪地磕头。李明，神农商会的东家，大老板，活菩萨。李明把头磕得梆梆响，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李家一条生路吧！您不是有钱吗？您把我们囤的那30万斤米收回去吧，我半价不一折卖给您，只要您帮我们还了地下钱庄的债，以后我李明给您当牛做马啊！大老板，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只要您肯救我们，李家剩下的几处地契全归您了。看着在马蹄下卑微如泥的两母子，我突然觉得很好笑。13年，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13年，我并没有下马，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李明少爷，大娘子，你们抬头看看我这张脸，你们眼熟吗？听到我熟悉的声音，李明和王氏猛地浑身一震，他们僵硬的抬起头，当看清我那张脸的瞬间，李明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凸出来，王氏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一屁股坐在泥浆里。你，李明指着我，手指头抖得像通了电，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啊！王氏凄厉的尖叫起来，我蹲下身，一把抓住李明的头发，迫使他仰起头看着我。好大哥，你刚才说只要我救你，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李明现在脑子已经彻底宕机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个被他踩在脚下13年的数字，怎么摇身一变成了翻云覆雨，将李家逼上绝路的神农商会大老板李安二弟。好弟弟，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大哥啊，咱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啊！李明崩溃地大哭起来，死死抱住我的腿，去你的血脉！我一脚将他踹飞出去3米远，他重重地撞在柱子上，吐出一大口鲜血。13年，我吃你们的残羹冷炙，冬天连床薄被子都没有。我不小心打碎一个茶碗，你们把我吊在树上打了3天3夜，我攒了15两银子，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们不但抢走，还把我打个半死，扔进瘟疫村。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记得我是你弟弟？怎么不记得血脉？我双眼猩红，一字一句的怒吼着，将13年的屈辱彻底宣泄出来。王氏吓得瘫在地上，连连磕头：安儿，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大娘子的错，你放过明儿，他毕竟是你大哥。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重新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冷漠姿态。杀了你们，那太便宜你们了。我站起身，打了个响指，铁牛立刻上前，铁牛又扔出2张卖身契，甩在李明和王氏面前。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大娘子，你当初抢走我15两碎银，今日我用100万两白银做局，不仅买断了你们的李家，也买断了你们的命。从今天起签了这份契约，你们就是我李安的专属仆从。十里堡的地下，我建了一个大牲口，只要你们能干活，我不杀你们，而且保证让你们长命百岁，生不如死。听到打扫牲口棚和仆从2个词，李明终于承受不住这巨大的落差，两眼一翻，直接晕死了过去。而王氏则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嚎，彻底疯了。李家倒了，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神农商会的异军突起，必定会引来更庞大的贪婪猛兽，比如官府，比如控制江左水路的黑帮曹帮。我摸了摸怀里那只已经能吞噬玉石的青石盆，粮食战已经打完了，接下来该玩点更刺激的了。生铁提纯的计划必须加快，我需要更多的盔甲，更锋利的兵器，因为我知道，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武力，那就是一头待宰的肥猪。江左的天要变了。李家覆灭后，神农商会彻底接管了江左城的粮食。短短1个月，我利用青石盆无限复制的神仙米，不仅平息了江左的旱灾，还把生意做到了江南18郡，每天流水一样的白银往十里堡的地下金库里拉。但在这个世道，你有钱没权，就是别人眼里一块移动的肥肉。我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从第3个月开始，我一边做生意，一边着手扩充武力。十里堡附近原本就有不少因为战乱和饥荒流离失所的溃兵流民，我让铁牛带着粮食和银子四处招募，条件是管吃管住，每天3顿神仙米，每月还能领工钱。消息传出去，不到半个月就涌来了上。我又用青石盆成批复制金刚装备，先复制生铁，再锻造成甲胄和兵器。起初产量低，一天只能出10几套，但随着我往青石盆里投入更多的翡翠和白银，盆的容量越来越大，复制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第6个月，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流水线。白天让工匠们把生铁粗锻成型，晚上放进青石盆提纯强化，第2天早上就是成品。就这样，500套金刚步人甲和斩马刀在2个月内全部配齐。而人手方面我也没停，陆续收编了附近溃散的官兵和逃荒的壮丁，边训练边装备。1年后，我的神农军已经扩充到5000人，全部配备金刚甲和连发强弩。又过了1年，5万精锐齐装满员。果然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这一天，我正待在地下炼金室里研究新一批提纯出来的百炼金刚，铁牛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江左知府孙有才那个狗官带着3000城防军把咱们十里堡给围了。我停下手里擦拭钢刀的动作，眼神一冷，他用什么名义？那狗官说咱们神农商会卖的米是妖术变的，还说咱们十里堡藏匿兵器，要来查抄咱们的家产啊。
少爷，那可是3000正规军啊，都带着强弓硬弩，咱们怎么办？铁牛急得满头大汗。这孙知府是个什么货色？我太清楚了。江左城有名的孙八皮，李家破产，他没捞到油水，现在看我每天日进斗金，眼红了，准备来个杀猪盘。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走狗屎运发财的暴发户，带几千个兵过来吓唬一下，我还不乖乖把金库钥匙交出去。可惜他挑错了猪，我不仅是一头铁骨铮铮的野猪，我还是一头长着獠牙、带着外挂的史前巨兽。慌什么？我慢条斯理的将钢刀入鞘，走到一口巨大的青石缸面前。没错，随着我投入了数万两白银和几百斤翡翠，我的青石盆已经进化成了容量惊人的青石缸。它现在不仅能复制粮食和金属，我甚至发现它能直接复制并强化成品装备。我踢了一脚地上的木箱上。既然孙知府想看兵器，那咱们今天就让他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火力覆盖。一炷香后，十里堡村口，孙知府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大红官服，嚣张地挥舞着马鞭，听着神农商会的逆贼，本官限你们一炷香内打开地宫大门，交出所有赃款，否则大军踏平十里堡，鸡犬不留。轰轰轰！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十里堡原本废弃的破庙后方突然传来一阵整齐划一、宛如地震般的恐怖脚步声。紧接着，让孙知府和那3000城防军永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500个身高8尺的壮汉从地下隧道里如黑色洪流般涌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穿着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金属光泽的金刚布人甲，那可是只有大内禁军才配拥有的重装铠甲。不仅如此，经过我青石缸强化后的布人甲，轻如皮甲，坚如磐石，普通刀剑砍上去连个白印都留不下。而他们手里拿的根本不是什么破铜烂铁，而是清一色的长达1丈2尺的百炼金刚斩马刀，领头的铁牛更是穿着一身暗金色的玄铁重甲，手里拎着2把100多斤重的金刚大锤，宛如一尊远古魔神。这是暴发户护远，孙知府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连声音都劈叉了。这比皇帝老儿的御林军还精锐啊！3000城防军平时也就欺负老百姓，手里拿的都是生锈的长矛，身上穿的是破烂皮甲。现在看到这500个武装到牙齿的重装战士，不少人腿肚子已经开始转筋了。我穿着一身雪白的锦衣，连盔甲都没穿，悠哉悠哉的从人群后方走出来，手里还端着一杯热茶。孙大人，您不是要查查我的兵器吗？我都拿出来了，您怎么不过来点点数啊？我吹了吹茶沫，笑眯眯的看着他，反了，造反了！放箭，给我放箭，射死他！孙知府歇斯底里的咆哮道：嗖嗖嗖，几百支羽箭稀稀拉拉的射了过来，叮叮当当，羽箭射在铁牛等人的金刚布人甲上，就像是牙签撞上了铁板，纷纷弹开，连防都没破。就这点力气，没吃饱饭吗？我摇了摇头，将茶杯随手一扔，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刀。铁牛，我厉喝一声，在知府勾结流寇，意图不轨，被我神农商会当场拿下，一个不留杀。既然官府不给我活路，那我就自己来管。铁牛狂吼一声，直接冲进了3000城防军的阵营中。一卷不到一炷香的时间，3000城防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孙知府吓得尿了裤。江左城的天从今天起不姓孙，也不姓皇帝，由我做主，杀了知府等同谋反。这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接下来肯定要面对朝廷大军的围剿。但我李安是谁？我是个挂壁商人，能用钱解决的事，我绝对不浪费兄弟们的力气。杀了孙知府的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固守十里堡，而是带着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连夜赶往了京城。车里装的不是别的，而是我用青石缸花了一整天时间复制提纯出来的10颗拳头大小、毫无杂质的绝世夜明珠，以及5万两纯度极高的雪花官银。京城魏公公府邸，这位魏公公可是权倾朝野的9000岁，连皇帝都要看他3分脸色。当我的礼盒在这位9000岁面前打开时，整个昏暗的密室瞬间被夜明珠的光芒照得亮如白昼。李老板，我微微躬身，态度不卑不亢。公公说笑了，小人李安，江左一介草民。那江左知府孙有才，平日里欺男霸女，如今更是意图勾结水匪作乱。小人为了保全地方安宁，迫不得已才动用家丁将其拿下。这些微薄的礼物是想请公公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还小人一个清白。顺便听说朝廷最近国库空虚，小人愿每年向公公私人捐赠白银100万两，只求一个江左道的皇商身份。魏公公活了这么大岁数，也是个人精，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仅能平息这件案子，还能成为他最大的提款机。魏公公立刻换上了一副如沐春风的笑脸，亲手扶起我。从明日起，你便是御赐的江左第一皇商，江左道的盐铁良茂皆由你说了算，谁敢动你，就是动咱家的命根子。一场皇商的身份做保护伞，我彻底放开了手脚。我的青石缸再次升级，变成了一个可以容纳数十方空间的青石领域。粮食我已经看不上了，我开始大规模提纯粗盐。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吃的都是发苦发涩的毒盐，而我通过领域提纯出来的雪花精盐，不仅味道纯正，而且成本几乎为零。仅仅半年，神农商会的精盐就彻底垄断了全国的市场。那些曾经控制盐路的黑帮、曹帮，不服的直接被我的重装步兵碾碎，服气的全都变成了我手底下的运货牛马。天下财富尽归我手。我不但在十里堡建起了一座堪比皇宫的巨型要塞，手下更是养了整整5万精锐的神农军。他们装备着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百炼钢甲和连发强弩，吃着能改变体质的神仙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打个喷嚏，大半个国家的经济都要地震。我成了一个隐藏在皇权之下的幕后掌权者。但我知道，安逸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我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顶峰，而这个腐朽的王朝却即将迎来它最
最黑暗的时刻。第3年冬天，北方的蛮族终于按捺不住了。隆冬腊月，北风呼啸，80万蛮族铁骑踏破了北方的长城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逼京师。这群蛮子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而大前王朝的军队呢，常年的贪腐让国库连老鼠都饿死了。前线的士兵穿着单薄的破衣烂衫，手里拿着生锈的长矛，每天只能喝2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米汤。这仗还没打，人就先冻死饿死了一半，京城乱套了。皇帝吓得直接卷铺盖，带着妃子和文武百官连夜逃往了江南的陪都。大半个江山就这么被他们像扔破鞋一样扔给了蛮族，天下百姓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十里堡神农要塞的最高处，我穿着一袭黑金大纯，手里握着千里镜，看着北方那冲天而起的战火和浓烟，眼神冷冽。少爷，现在已经是神农军的最高统帅了，皇帝跑了，江左城里的官老爷也都跑光了，北边的难民正发疯一样往咱们这边涌。少爷，蛮族骑兵3天后就会杀到咱们江左地界。我回头看了一眼我辛辛苦苦打造了3年的十里堡，地下是堆积如山的财富，地上是安居乐业的百姓，我凭什么要把我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一群未开化的蛮子？撤个屁！我冷哼一声，将千里镜重重拍在城垛上。铁牛，你记住，这天下皇帝老儿管不了，我李安管。他朝廷没钱没粮，我有；他朝廷不敢打，我来传我的令。神农军5万精锐，全部换上重甲，给我死守江左防线，打开地宫粮仓。凡是逃难到我这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1日3餐全都吃变异神米。管保去城里发悬赏令，凡敢拿刀杀蛮子者，杀1个赏银10两，杀10个官升100户，赏田100亩。铁牛听得热血沸腾，眼珠子都红了。少爷，可是这打仗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啊！就算咱们有5万人，一旦被80万蛮子围城，这几10万张嘴，咱们的粮草顶多撑1个月啊！1个月，我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睥睨天下的狂妄。铁牛，你跟了我3年，还不懂我的底牌吗？你且看好，我是如何用这满城的财富，生生砸死这80万蛮族的。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要塞最深处的禁地，这里放着我最终形态的金手指青石灵玉，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容器了，而是一块直径10米的巨大青石阵图。只要我有足够的精神力，我可以批量复制任何非生命体。不就是打消耗战吗？蛮子以为围城就能把我们饿死，老子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无限后期。我盘膝坐在大阵中央，双手结印复制极品神仙米50万石，复制玄铁重型连弩10万把。随着我的一声声低吼，整个十里堡的地下爆发出刺目的白光，一座座空荡荡的巨型仓库在几个呼吸间被凭空出现的物资塞得满满当当，那是普通人几辈子都无法想象的财富和军备。3天后，10万蛮族先锋起兵，黑压压的兵临江左城下。蛮族首领本以为这里会像其他城池一样一冲就垮，但他看到的却是一座浑身上下包着铁皮的战争堡垒，城墙上5万神农军重装步兵宛如一尊尊黑色的雕像，他们的身后是刚刚领完悬赏银子、吃饱了神仙肉、眼睛红得像野狼一样的1万多名民兵放箭。没有多余的废话，随着铁牛一声令下，城墙上架起的上万架连发强弩爆发出令人牙酸的击扩声，嗡，那是漫天黑色的钢铁暴雨，这不是普通的箭矢，这是能够轻易射穿2层重甲的极品破甲箭。冲在最前面的上千名蛮族骑兵，甚至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瞬间被射成了刺猬，连人带马被钉死在冻土上。这不可能！蛮族首领大骇，男人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兵器？接下来的半个月成了蛮族骑兵的终极噩梦，他们引以为傲的骑射，在神农军的重甲面前连挠痒痒都不算。他们想要围困城池断粮，结果却发现城墙头上每天都在往下倒吃不剩的白米饭和肥肉片子，那香味飘到蛮族军营里，把那些啃硬肉干的蛮子馋得眼睛都绿了。我不仅没有防守，我还开始撒钱。我每天用巨型投石车往城外蛮族的军营里砸白银，一箱一箱的变异雪花银从天而降，谁敢倒戈杀自己人，这银子就是他的。每天来城下领粮，在极度的饥饿和金钱的诱惑下，蛮族内部崩溃了。先是底层士兵哗变，接着是互相残杀抢夺白银。半个月后，不可一世的10万蛮族先锋在江左城下全军覆没，不是被射死的，就是饿死、内讧死的。这惊天一战不仅打断了蛮族南下的脊梁，也彻底震动了整个天下。全天下的流民溃兵，甚至有志之士，全都发疯一样往江左涌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乱世中唯一的活路在神农商会，在李安的手里。2年后，大雪纷飞的江都原江左城扩建，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城池，而是全天下最庞大、最繁华、武力最强盛的商业中心。蛮族已经被我打回了漠北老家，还签了永不南下的契约，每年还要给我送几万匹战马。而那个逃到南边避难的皇帝，现在连吃饭的钱都要靠向我的神农商会借贷。实际上，整个大前王朝的经济命脉和70%以上的军队都已经只听我一个人的号令。今天是腊月初8，江都城内张灯结彩，无数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朝着城中央那座宏伟的神农天宫磕头祈福。一位老学士颤巍巍地捧着一份黄绸圣旨，跪在我的脚下。皇上有旨，李安击退蛮族，拯救社稷有道玄之功，特封为一字并肩王，世袭罔替，与国同修。甚至皇上暗示，若李王爷有意禅让之礼，也可商议。皇帝怕了，他想用一个虚名稳住我，甚至不惜让出皇位，只求能保住一条命。我坐在那把用纯金和极品翡翠打造的龙形太师椅上，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那个最初始的青石碗，看着下面跪伏的众生，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太多的波澜称帝，那多没意思。把
把圣旨拿回去吧。我随意的挥了挥手，告诉皇帝，我李安没兴趣做他的龙椅，只要老学士如蒙大赦。您现在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了。我笑了笑，站起身，走到大殿的落地窗前，俯视着这座被大雪覆盖却生机勃勃的巨城。天下共主吗？我喃喃自语。我的思绪突然飘回了13年前的那个大雪天，那个被打断了肋骨，像条死狗一样扔进瘟疫死村的废物庶子。那时候的我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攒钱租2亩薄田，娶个踏实能干的媳妇，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造化弄人啊！谁能想到，一个破碗不仅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买下了整个天下。对了，少爷，铁牛突然想起了什么，压低声音说道：“还有个事儿，今天早上底下的兄弟在城外收粪水的时候，发现冻死了2个人。您猜是谁？”我微微侧头，谁？是那个恶妇大娘子王氏，还有您那个好大哥李明。前几天下了暴雪，他们没熬过去，在牲口棚边上冻僵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神没有任何波动，就仿佛听到了2只微不足道的蚂蚁被冻死了一样。当我的境界和高度已经凌驾于众生之上时，曾经那些带给我无尽痛苦和屈辱的人，连让我生气的资格都没有了。冻死了，那就挖个坑，把他们埋了吧。天下虽然平定了，但我隐隐感觉到这只青石灵域的潜力远不止于此。最近，我甚至开始尝试往里面放入一些几百年的古老道家修真功法，结果那经书竟然泛起了奇异的金光。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那种不用吃饭御剑成风的神仙？如果我的外挂能复制修仙资源，那这凡间的财阀当的也就索然无味了。我嘴角勾起一抹狂妄的笑意，推开窗户，任由冰冷的雪花落在脸上。凡人首富已经当腻了，既然如此，那就定个小目标，下一步去把这漫天神佛的生意也抢过来做做看吧。